5个宽肩窄腰的大帅哥，有点遭不住啊！别试图逃跑，你已经被俘虏了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抓获了你，有权对你做任何处置。都有2米高吧，一个个身形魁梧。验证完毕，惹不起。为什么抓我？目标看向鹿的时候，心率指数明显下降。鹿留下继续审讯，其他人撤出。我叫陆玉，核爆前在慕尼黑留学，你呢？宋之，西南医药大学的学生，核爆前被人绑在地下医院等着被嘎腰子。宋之，你在这里独自生存了多久？从核爆到被你们抓捕之前。只有你自己吗？目标：1不当弑母，2不组队，3能狗救狗，实在不行狗着跑。这是我在庇护所墙面上写的，很多庇护所都需要女性提供身体才能活着。你在 C 区做什么？采集样本，土壤样本。你该考虑眼下的处境，老乡。嘿，冷静点。目标的数值极其稳定，善于伪装，评估值为-20。麻烦。一帮阴险的人！不得不说你很聪明，也很强，可外面不止我们 A 组一个小队，这次行动一共有8支特遣小队，你确定你都能打得过？我落到你们的组织里会怎么样？相对文明，没你想的那么糟。你应激了。你担心的那种事情，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很正常。里面相对安全，可以提供其他岗位，用工作换取生存资源。也有很多女性，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也有一些行为，但都在双方协商自愿下进行。真是那样，我可不可以挑一挑？至少也要保质保量。目标数值逐渐平稳，陆叶数值逐渐攀升，看来目标危险指数 S 级。我跑不了，咱俩不用挨那么近。这是我的床，我只是暂时收容你，请你摆正你的位置。你顶我了？那是匕首，我可以把你移交给科瑞特，他是少尉，或许可去优待你。谢谢。不用试图表现的你很友好，越极力表现反而让我怀疑你。这家伙，所以不要自作聪明去掩饰，懂吗？你的防身术是跟谁学的？陆说那是东亚特战队的擒拿术，你为什么没有跟着他们离开？她是一名女特警，她要带我们回到中部，那里比边境稳定。但是她死在了半路。没有想过自己回去吗？尝试过，一开始人群是安全的，后来所有的危险都来自人群。有人继续前行，有人死在半路，而我选择了原路返回。好吧，祝你用餐愉快。是新鲜的水果，看来这个组织的势力很庞大，补给很充足，也就意味着基地内部有相对文明或是有秩序管理。这组织会不会是安全的？
今晚你和少尉睡觉，他不习惯在身上藏匕首，你可以放心。是雨林，绿色的，活着的，有生命特征的有机热带雨林。克莱特说你会用枪，宝贝，看见人就扣动扳机，准一点，分清敌我。别激动，那是自己人。6点钟方向前行。少所有物资，到了那里会给你准备装备，前提是你能活下来。宝贝，杀过人吗？哈哈哈！厉害啊！老乡，知道末世男菩萨吗？今晚能把你的床让给我吗？我可不想被大块头压成肉饼。再杀2敌人，别说是床，哥的胸大肌和腹肌给你摸都没问题。真是末世男菩萨。菩萨老乡，国人不骗国人。靠，哥的真糟！还剩10分钟，加速前进。嘿，幼稚。被骗了，说好的营房呢？行军床呢？ Die Anstellung ist eindeutig, aber ist sie das Ziel? 又在说鸟语，神神秘秘的。哼，奖励时间到。这家伙又想搞什么鬼？是匕首没划上吧？是个流氓，无赖！睡觉。保护他的人，也是压迫他的人。当圣母违反了你的生存准则，可是没有可是。你选择拿起黑色战术手枪杀敌求生，他选择被人需要、被人保护，没有区别。这怎么可能没有区别？你现在过去，不但救不了他，还会打破这里的规矩。
所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对，宝贝，收起文明社会里的规则。开枪是生存的本能，提醒他自己同样为了生存做过残酷选择。解开衣服，同样也是。小队与小队之间只有战术合作，除此之外，互不干涉。这是营地中所有队伍默认遵守的规则。在战争的废墟里，活下去才是第一位。现在，立刻躺下睡觉。明天要穿越雨林，你需要足够的体力。坚持不下去，要么死在雨林里，要么解开衣服，寻求帮助。塞进耳朵，不要被生存以外的事情分心。你现在唯一需要专注的是睡觉。这种训话或许不久之后也会落在你的身上。不会有那一天。希望如此。物资很贵，保护也不是免费的。没人会拿自己的脑袋去保护一个毫无关系的人，要么给黄金，要么给黄金以外的东西。这就是陆玉所说的相对文明。人交给你了。要么解决危险，要么解决自己。收到。我不会被驯化，我有能力保护自己。报告，行动路线已经更新，射击地点有运输机待命，我们不再乘船前往斯里兰卡。运输机到底是什么规模的组织，能在末世使用大型运输机？石油是末世的通行硬币，运输机烧掉的不是油，而是黄金，甚至是比黄金更昂贵的东西。希望这东西还有效。缠紧袖口和裤脚，别让毒虫钻进去。拿着。这些东西都要用黄金才能换到。出发。小心！别盯着头顶，脚下的东西更容易杀死。还行吗？没问题。他不是在等我，他是在评估我还能坚持多久。也许他在等我自己动手解决自己，又或者他在等我开口求助。要么死在雨林里，要么解开衣服寻求帮助。也许我早就应该死，死在核爆里，没有痛苦，直接异化。我为什么要死？继续前进。这是我第5次拖慢了队伍的速度了，还有一半的路程。靠我自己，绝对走不到。既然想让我放弃，为什么抓到我的第一天不放我走，或者直接杀了我？特遣队只服从命令，无权处置目标，除非目标死于不可控因素，比如目标自行死亡，我们没有权限杀你。而且子弹很昂贵，你很倔强，也很有头脑，这让你在 C 区独自生存了很久。被捕获之后，你没有急着用身体交换保护，也没有妄想靠可怜博取同情，但你同样没有去死的勇气和决心。
很矛盾的生存方式，拒绝依附，却也拒绝放弃生命。你在计划什么？我没有计划，我只是想去看看陆玉所说的那个相对文明的基地。我已经在核爆后活了这么久，活得越久，就越不想轻易死掉。我也会死，可我至少想死得有价值一点，或者死得舒服、体面一点，再或者干脆不要死。价值。一个中医药种植专业的学生，对上面的高层而言，的确有价值，但对于 K 组织来说，每个人都有价值，只是价值的方向不同。我的价值还不值得 A 组全力护送，只是在执行命令。今天，我要么被他们驯化，要么死在这里。昨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破坏行为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很恶心你们昨晚所谓的相对文明、和谐自愿。所以你的选择是，你不想死。你可以选择和我做交易，我是 A 组队长，只要你在 A 组，我就能保住你。前方300米出现大面积沼泽，队伍向东偏移15度，重新规划路线。先活下去，至于代价，以后再说。中尉，医疗室已经准备完备。1个小时后，我来接他。你是 A 组的，我先处理伤口，安排全套检查，所有项目优先。我活了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，没想到第一次享受优待会是在末世，而且是因为一场交易。这是长效避孕针，1个月注射1次，记住今天的日期。亲爱的，这支针不是为了方便任何人，它只是给你提供最后一道防线。你也不想在末世随便生下一个孩子，对吗？谢谢。长了一张乖巧的脸，性格却拧巴又暴烈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只希望他能看在我这一身伤的份上，暂时放过我。这里是莱恩的房间。中尉，别怕，在你之前，我没有收留过任何目标。吃吧。你的体检报告显示多种维生素缺失，你要在半个月内
将身体恢复到良好水平。多吃饭，对你有好处。不像关心，更像在汇报一份工作数据。你很喜欢海边。我大学时的梦想就是到海边生活，有阳光、沙滩、海水，还有海风。我的家乡也有一片金色沙滩，那里也很美。该回去了。宋真，斯里兰卡只是临时基地，通过各项考核后，组织会根据数据分配岗位，岗位各不相同。祝你好运。他只是在传达工作，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里面有一些单机游戏，你可以玩。先看线条，找准连接的位置，就能拼好。我感觉得到。感觉？你的感觉很准吗？还是说，你很遵从自己的感觉？不太准。看得出来，你习惯压制自己的主体意识，也习惯回避被真实感受，俗称心理逃避。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困了。现在就是回避，主动逃避现实。世界都末日了，为什么还要听他上课？老乡，跑我房间干什么？需要睡个回笼觉吗？哥的怀抱随时为你敞开。那是匕首，别乱动，住手！我没穿好衣服。老乡，想不想学游泳？我教你。我不学。学游泳之前必须先呛几次水。你这样可不行，万一掉进水里淹死了怎么办？我为什么非要掉进水里？我离水边远一点不行吗？而且淹死的都是会水的。再试一次。你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，你学不会就会死。中尉说过会把我送到斯里兰卡，我会种植，也懂医务。老乡，你太天真了。今天先学会闭气，在水里不能紧张，放松身体，憋住，等手脚浮起来。很好，慢慢吐气，
再尝试滑泳，这样就算掉进水里也不会立刻淹死，至少能坚持到有人来救你。我很累。那就回去，你需要洗个热水澡。撤离命令下来了，运输机今晚起飞。我没有行李。5分钟后出发。不能跟错队伍，不能错过我换来的新生活。斯里兰克有补给，有工作，也有安全的基地，那里或许真的能重新生活。临时任务，阿尔及尔。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 A 组成员。我什么都不会，跟着你们只会拖后腿。A 组欠臭 ，B 组掩护，目标欠战楼3层，行动时间0200。收到。希尔会把你送上运输机，今晚没有负责人。抵达基地后会有人接你。目标任务自动解除。知道了。那个，你们注意安全，平安回来。安全带从这里扣紧。紧急情况按下红色卡扣。基地里也需要钱，这些是我们5个人凑的。中尉出的最多，足够你使用一段时间。看来 A 组实力强大，即使不在旁边，但他们的余威还在。为什么有种被末世大佬包养的错觉？开什么玩笑？A 组带回来一只吉祥物，目标已经接到，安然无恙。希尔会传送他的健康数据，重新安排全方位检查和心理疏导。课程稍后同步到你的侧位6，内容 A 级保密。A 级保密，连目标本身都需要保密。他脖子上的需要解除吗？这要是你们之间的爱好，就当我没问。说起爱好和抽象，还得是你。嗨，欢迎来到斯里兰可基地，送。进去吧。米勒长官，我还有其他室友吗？暂时没有，其他房间有人定期打理，你不用管，你住内间。明天下午我正好有空，可以带你去小镇理发，不过我不能替你买单。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是希尔和众尉他们借给我的，借的。上帝，他们居然还会借钱给人！
明早我来接你，吉祥物。晚安。他没有查看其他房间，他不是间谍，只是有些自以为是的小聪明。看好他。明白。宋芷，先进去。你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是那晚被隔壁队欺辱的女孩，我竟然在庆幸自己遇到的是 A 组。继续观察，他的课程希尔会同步给你。你的口味还真特别。这些钱以后都要还。末世求生已经够难了，绝不能再背一身债。语言、农业种植，还有格斗、射击、战术和信息技术。这是定向向导专业课。向导，心理安抚员，主要负责安抚患有创伤障碍的佣兵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安抚战争应激的队员。这真的是末世求生？怎么像来森河留学了？假设对方出现攻击倾向，你会怎么安抚？先控制住他。心理辅导师果然不是谁都能当。老乡，你也有被难住的时候。看着还挺安静。他为什么不买条裙子？斯里兰卡有很多柔软的碎花裙，她穿着应该很好看。我们留下的钱不够吗？宋轾的定向向导课程暂停。我后续安排专业人员1对1辅导。哼，专业人士，科兰特吗？那格斗课、射击课和战术课又是谁教？一群不怀好意的家伙。吉祥物认为那些钱是你们借给他的，他准备全部偿还。他不认为自己属于 A 组，刚才还在打听澳洲种植场的岗位。比起安抚5名哨兵，他更愿意去澳洲种萝卜。种萝卜有什么稀奇？他还说想种马铃薯和番薯呢。他是不是以为那只是一场个人交易？落地之后，交易便自动结束。申请驳回。向导课程先暂时停止，以后会有人为你1对1辅导，你需要先适应组织的生活调度。你是不喜欢花钱吗？不是，钱是他们借给我的，我不能乱用。那些钱不是借款，是他们的心意。心意？
我现在拥有的住处、课程和医疗待遇，都来自 A 组的特权。我的诚意可能很微不足道，请代我向他们说声谢谢。正好1个月。就这样，挺好。克兰特。先去超市，家里缺很多东西，然后去吃饭。我为什么又听他的安排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算适应。陆说再不回来，家都要被偷了。谁敢偷 A 组的东西？再买些食材，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吃什么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这些不用。需要。回去以后，我就直接上楼。6室一厅，除了我，正好还剩5间。希尔，现在才发现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我去不了澳洲农场，是因为你们。你可以去澳洲，但不是去种萝卜。为什么？我想去农场，这是我的意愿。这一次又要交换什么？你误会了，什么意思？莱恩要把你收办队员，所以你离不开了。从你进入 A 组开始，直到彼此生命结束，都不离开。我可以靠自己了。不，你做不到。那一晚，莱恩确实欠缺考虑，但不要把一切说得那么难听。离开 A 组，你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？离开这里，我又能去哪儿？谁能保证不会遇到另一个 A 组？或许他们不会像 A 组一样克制。威尔克受了伤，陆羽严重脱水，他们还在前线医院接受治疗，很快会被送回斯里安克。他们回来以后，你可以照顾他们吗？可以。先回房休息，吃饭时我叫你。一队伍，我以为拿的是末世求生剧本，结果是限制级对抗路线。他们一起执行任务，一起出生入死，配合的没有任何漏洞。宋，可以出来吃饭了。好，这就来。去洗手。吃完饭我送你上课。饭后甜点。怎么像在异国他乡和外国人约会？
今天是第一次1对1辅导，米勒说老师是专业人士，会是谁呢？你如何看待创伤后应激重化障之患者？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人在经历或目睹严重创伤后产生的精神障碍，常见诱因包括战争、暴力、灾难和事故。很好，书读得很认真。再给你2天，应该能把整本书背下来。人不会完全按照书本上的描述生病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包括灵魂和身体。即使病名相同，呈现出的状态也会不同。暂时忘掉课本，尝试用你自己的方式理解他们。他在成为士兵之前，应该也热爱和平。他到底有多少把钥匙？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课程。专业人士是他？他为什么要锁门？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？坐吧。只是上课，我是一名好学生。原来只是看录像。你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战争。你经历过核暴乱，但 C 区仍是相对和平的区域。在那里，你看不到战争真正的样子。陆羽和希尔。小雨打湿了黎明 ，Orange Star， 对大声淹没了喘息 ，Like ocean， Shall we do something? Shall we do something? It's time to the rough. I feel maybe stick to me. I get different gas of injuries. 你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看，那些平民当然无辜，可如果开枪的人是你呢？麻木还是冷血？可你不扣下扳机，死掉的人就是你。那次行动中，路险些失去一条腿，希尔中弹，其他队员全部牺牲，没有人愿意射杀孩子。可这就是战争，没有对错，只有生和死。世上最不愿意发动战争的人，就是士兵，因为他们的血肉离子弹最近。睡不着，要不要喝杯红酒？失眠的时候喝一点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再来一杯，这次慢慢喝。我第一次杀人，用的不是枪，是匕首。我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。我吐了一整天，晚上也完全睡不着。中尉灌了我一瓶白兰地，我睡了整整2天。那一觉很安稳。是莱恩中尉吗？是。看来你不需要一整瓶别兰地。我想睡觉。现在睡，你可能还会做噩梦。再喝一点。宋，还能回答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在射击的时候，你是自愿跟着 A 组的吗？无论你当时出于什么目的。是的，我当时是自愿的，但是
好像还有，不用解释。不要离开我们，不要离开 A 组，好吗？好的，不会离开 A 组。好姑娘，帮我让宋芝留下来。这个坏透的人，居然不开灯！我不会离开你们，不会离开 A 组。中尉，人员调动必须经过人事顾问核查。那个女孩更适合种植或医疗岗位。卡尔，我不想再听多余的废话。我们带回来的人只能属于 A 组，他适合什么，由我们决定。你也听见了，他说自己是自愿的，他不会离开 A 组。签字。克兰特是优秀的心理专家，但他应该没有违规使用催眠技术吧？我没有听清。停！放下我的拐杖！他当然没有违规使用催眠技术。我批准宋真加入 A 组。现在拿着文件离开我的办公室。还有，放下我的拐杖。是，长官。克兰特到底有没有使用催眠？按照计划，应该只是酒精。调令已经批准，明天一早返回斯里兰卡。收到。收拾东西，要下雨了。今晚可能会停电，这种极端天气很糟糕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怎么还不睡？斯里兰卡会一直这么安宁吗？不会。核爆以后，这个世界就没有永远安全的地方。这里现在安全，但可能某一个晚上就会遭到袭击。他们快回来了，我只需要你心无旁骛，好好学习，好好活着。去睡吧。希尔，你睡到现在，克兰特太娇惯你了。告诉我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昨晚有暴风雨，然后停电了。你昨晚的心电数据有明显变动，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？这跟你没关系，走开！跟我没关系。开门，宋芝，你不会真觉得这扇门能拦住我吧？能不能别用这么平静的语气说这么吓人的话？我再说一次，开门。过得不错。都是用你们的钱。打住，给你的就是你的，怎么用是你的事。转移话题。没有。那就继续刚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昨晚你和科尔特到底聊了什么？他就是离我有点近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你是不是还觉得那人温和可靠好相处？还真让我猜中了。你能不能别总分析别人？职业习惯。另外提醒你一句，你可以相信队友，但别因为一个人看上去好说话就自动降低警惕。你是在说希尔·克兰特？我是在说我们5个，包括你，尤其包括我。
那个意大利男人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别人总觉得他不像危险人物。至少他不会像你一样张嘴就得罪人。那是因为我从不浪费时间包装自己。你还挺骄傲。当然。看见没有？什么？你刚才所有注意力都在我脸上。如果这是真正的突发境况，你已经错过了一次反制机会。我后腰有武器，你刚才完全没看见。你跑我房间里就是为了现场教学？顺便，主要目的呢？看热闹。希尔，半小时，洗澡换衣服，吃完东西去医院。威尔克和路易还在那里。知道了。疯子，你居然会做这个？有什么问题？克兰特要是看到菠萝披萨，可能会先怀疑你的国籍。所以这张是专门给你准备的。为什么？测试你有没有勇气挑战意大利人的底线。我只是去医院，不是准备加入国际食品战争。尝尝。不要。尝一口。你这什么奇怪的执念？我辛苦做的。这句话听起来突然有点正常。怎么样？说话。还行。只是还行。很好吃，满意了吗？非常满意。你干什么？给少尉汇报一下斯里兰卡的重大事件。删掉！他说什么？他说下次可以试试榴莲披萨。陆玉的建议。我就知道。突然觉得菠萝也没那么离谱了。人类的底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降低的。医院是不是在另外一个方向？道路调整。10分钟前你也是这么说的。前面拥堵。这里一辆车都没有。说明绕路非常成功。幼稚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绕多久。提醒你一句。又怎么了？以后执行任务别随便在不熟悉的车辆里睡着，司机改变路线你都不知道。你绕路就是为了说这个？一半。另一半？我确实不着急。唉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上的伤不重要，主要是心灵长期缺少队友探望。他进门不到3秒，你懂什么？这叫情绪铺垫。大块头，胳膊怎么样？恢复的不错，不影响活动。医生怎么说？继续观察。那就听医生的。你呢？我问你疼不疼？疼。有按时涂药吗？有。那你刚才演什么？增加病房气氛。一人一半。这么公平，很好。我本来还准备看看谁能拿到第1块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大小都一样。老乡，你这个端水水平很专业，谢谢评价。不过你进门以后先检查的是我。大块头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我只是陈述事实。幼稚。克莱特说的没错，某些时候真的和幼儿园差不多。我还以为能看到一场好戏。很遗憾。确实。梅丽，宋，你现在在医院工作，我帮你，可以吗？我们一起上过护理课，基础操作我会。谢谢。没事。陆玉，手抬起来，别乱动。收到，小护士。按住。不去澳洲种萝卜了？你明知故问。确认一下人生规划有没有变化。目前没有通知你当职业顾问。也可以等情况稳定以后再种。你怎么什么计划都能支持？因为计划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是你们2个现在向退休人员讨论养老。走了。他刚来多久？中尉回来了。难怪你突然这么积极。所以还有人打算让我重复吗？不用，我明天再来看你们，有没有需要带过来的东西。换洗衣服。具体一点。T 恤、长裤、袜子。这不是挺会正常说话的吗？我一直很正常，这个结论存在争议。我也需要一套换洗衣物，如果换便。可以，明天一起带过来。好好休息。明天见。苹果记得再带一个。自己买。喂，别绕路了。你对陆羽和威尔克确实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放松很多。因为他们2个比较单纯。单纯？有什么好笑的？
你是不是对这个词存在某种误解？至少比你好相处。这点我承认。但你说陆玉单纯，他只是嘴比脑子快，看起来没那么难猜。威尔克呢？威尔克确实更直接，所以我的判断没问题。一般。那克拉特呢？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好奇。你没有好奇，你只有审讯。回答问题。又回避。我拒绝参与你的心理分析。看来我猜对了。你猜对什么了？你觉得克兰特是个非常可靠的绅士？他本来就很有礼貌。礼貌和危险从来不是反义词。至少他不会像你这样一天到晚挖坑。所以我才提醒你。他像哥哥。这个形容也就你自己信。好好开车。恼羞成怒。希尔，你是属蛇的吗？还是毒蛇？终于会反击了。都是你教的好。那就记住下一课，我们5个都不是普通人。别因为现在安全，就以为以后一直有人替你挡在前面。现在的小猫不会一直是小猫，真到了危险的时候，你至少得学会自己亮爪子。知道了。祝你好运。什么？中尉。你说的祝你好运就是这个？现在才反应过来。宋芝，在。跟我来。关门。坐。不会吧？收到。希尔祝你好运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有立刻逃？接下来有件事需要正式通知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你以后留在 A 组的身份。给你的，打开看看。这是宋智自愿加入 A 组特遣小队，申请已经通过 K 组织审核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正式担任 A 组向导员。我代表 A 组欢迎你的加入。这叫欢迎？等等，中尉，我什么时候自愿加入 A 组了？我申请的明明是去澳洲农场，克莱特只是告诉我申请被活回了，可他没说会直接把我划进 A 组啊。还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你叫什么？宋芝。在色机的时候是你自己决定跟 A 组离开的，对吗？是。不刚是出于什么原因？不要离开 A 组，好吗？好，我不会离开你们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克菲特给你上第1节向导课的晚上。我完全不记得。那晚你喝了酒。对，所以这不能算。喝多以后说的话怎么能直接拿来办入队手续？你们不是有句话叫酒后吐真言？俗语不是法律依据。反正我当时状态不清醒。这一点可以讨论，但有一件事无法改变。你的河道 C 壳信息、生物信息和人员档案已经正式录入 K 组织。你不再是临时安置人员，如果现在自行离开，会被视作脱离小队管理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想去澳洲也去不了了？现阶段不行。这也太强买强卖了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可我根本做不了向导员，我没受过正规训练，我不行。你能不能胜任，不应该由你现在的恐惧决定。克洛特已经教过你最基础的内容，剩下的可以继续学。负责不好，所以才更要学。我连自己都照顾好。A 组不会一直待在斯里兰卡，这里也不会永远安全。你可以不成为我们这样的士兵，但你至少要学会在没有任何人保护你的情况下自己撑过去。你会做得很好。你这根本不是在问我。对。好吧，我会学。明天开始队内训练，格斗由希尔负责。谁？希尔。能换一个吗？不能。信息技术、情报基础同样由他负责。陆玉出院后负责射击和枪械，向导理论暂时停课。这到底是什么课程表？战术分析由我负责。也就是说，我每天都要和你们轮流上课？理解正确。这不是入队，这是5人联合补习班。明天先上格斗课。收到。出去吧。A 组向导员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脸色这么难看，终于发现我哥有多会骗人了。你早就知道。
全组只有你不知道，惊喜吗？特别惊喜，惊喜到我想把你们5个人全部拉黑。很遗憾，内部通讯系统没有拉黑功能。先别躲，还有什么事？你答应明天给陆和威尔克带换洗衣物，忘了？看来真忘了。我现在收拾。算了，至少今天不用继续思考什么自愿加入的哲学问题。放下。我在给他收衣服。我知道。至少叠一下吧。到了医院他还会拆开，所以减少无意义步骤。做。为什么？你负责确认有没有遗漏。那我不就成监工了吗？终于找到适合你的岗位。希尔，别乱动，我去收威尔克的。你对威尔克也这么粗暴？衣服不会投诉。好了，明天7点出发，先去医院，再去训练场。7点？迟到会增加训练量。收到。回答的这么快？因为我突然非常珍惜准时这项传统美德。睡吧。不睡。昨天不是困得挺快？你不是说不能在你的车里睡？居然记住了。你说的话都很像威胁，很难遗忘。你现在这副状态，准备等会儿在格斗课上被我按在垫子上反复教学？能不能换个说法？可以。你准备带着没睡醒的大脑去挨摔？还是第一种比较有气势。你就这点力气吗，小猫咪？再来，往我脸上打！靠！你的力量太弱了。我要是很强大，也不会被你们捉获。可你之前袭击了鹿，而且成功了。你没有力气，没有体能，那就得用脑子，明白吗？你得袭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，而且一击毙命。你有最薄弱的地方吗？哼，没有。fuck。呵，这个时候可以有，你可以引诱我，然后趁着我销魂的时候一刀了结我。但是，我会在你出手之前，先捏碎你的喉骨。你可以试试。休息一会儿可以吗？谢谢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先去洗澡换衣服，中尉已经在等我们了。Copy。睡得舒服吗？2个小时，你是来度假的吗？2个小时，你已经在战场上化成灰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如果这里发生敌袭，我们都战死了，你又该如何？是不是再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安逸等死？如此反复循环。如果在核爆之前，你可能是一位出色的知识女性，但很遗憾，这是战乱的末世，懈怠是致命的。我才亲口答应过，我能做好。还想像在色姬一样，来换取保护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？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堕落。没有失去活下去的意义。我不想再跟你有第3次的谈心。现在出去吃饭，然后去跟希尔继续其他课程。收到。很意外他没有把你扔出去。我希望你吃完饭的时候心态能调整过来。
又锁门。过来。这里有一组数据，你尝试分析出这个人的性别、身高、体型、生活习惯、职业。半小时，计时开始。作为拉丁美裔，你喜欢哪种风格的片子？套我的话，哼，我喜欢女士主动的。这说明目标对这种情境存在特殊偏好，要么渴望成为控制者，要么带入的是另一方。还有5分钟，3分钟。1分钟，50秒，30秒，8、7。目标是白人女性，中等身高，微胖，戴眼镜，短发，40岁左右。女性，你确定？是女性，而且还是那种扔在人群里不怎么起眼的女性。她购物清单里面确实有大量男性用品，但这些东西价格都很低，品质也很差，说明这些东西并不是她真正重视的东西。采购的时候非常敷衍，把所有明显的男性用品全部切掉之后，剩下的这些虽然男女都可以使用，但是无论质量、材质还是包装设计，都明显更倾向女性审美。所以目前可以判断，目标是女性，而且长期伪装成男性生活。Copy。目标出现，白种女性，微胖，短发。目标清除。小猫咪很会搞侦查，那咱们玩个反侦查的游戏。如果你是目标，你该如何躲避敌人的监视？一个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下课了。我只说是下课了，没说你可以离开。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。紧张什么？你又不是没睡过我的床。这就受不了了。不把这些肌肉揉开，你明天会疼到起不来床，更别说明天继续训练。这人居然还怪好。你应该感谢我。原本你的格斗课应该是威尔克来教，但那家伙受伤了，路野还在养伤，少尉在外面执行任务。一次，2次，1次又1次，到现在我还是很难真正碰到他。人怎么可以坏到这种地步？他们的坏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不过我倒是挺意外，你判断一个人好坏，居然还是依照你自己的善恶观，太容易感情用事。
腿硬得跟不锈钢一样，别说赤手空拳，我就是拿着武器也未必打得过你。这就是力量不对等。你是我教过最笨的学生。打倒我和练成我这样根本就是两回事。没有力量，那就用脑子，用你的脑子打倒你面前的敌人。也许下一次执行任务，我可以建议中尉直接把你绑在火箭筒上，发射到敌人内部，用你的蠢直接把敌人笑死。哼，很不爽。那就打我，打到我跪在地上，向你求饶。终于舍得动手了。我赢了。这次学聪明了。赢了我一次，就开始得意忘形了。骑在我身上，你很嚣张啊。怎么，还等着我向你求饶？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。你刚才制服我的时候，就应该直接给我一刀，或者一枪。受教了。但是你可以起来了吗？急什么？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咱们做点别的正事。你刚才不是让我求饶吗？待会儿可别手下留情，让我求饶。快点儿，时间紧迫，一会儿还得去接中尉。湿气有些重哈。克拉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因为你的情报很准确，所以任务提前结束了。哼，受伤了，一时没注意，被猫抓的。你太老实了，你要专攻他下三路，这样能掌握主动权。希尔报复回来怎么办？算了。看好了，打得还不错。It's lit， 舒服。医院躺了那么久，总算活动开了。不痛吗？这两个人都有病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中尉，靠！
这里有摄像头。总会有监控拍不到的地方。声东击西玩的挺溜啊。一般一般。行了，让他去洗澡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还要吃饭，下午还有课。哼，靠山回来了，有人护着你，现在都敢跑了。7个10环，3个9环。小猫咪挺厉害啊。别想了，她是在2次元世界当过兵。COMD， 资深网瘾少女。淘气的坏姑娘，胳膊伸直，肘关节不要向外，这样暴露出去，狙击手一枪就能打穿你的手臂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我？想过。我也很想你。不过现在专心一点，小家伙，看着靶子，调整呼吸，手臂绷直。现在，克兰特，你好厉害！谢谢你的夸奖，让我很开心。老乡，你是真没见过世面。少尉这一手我们都会，但你猜为什么中尉安排我来教你射击？为什么？只有最顶尖的狙击手才有资格被叫做枪王。好了，不打扰我们的枪王先生上课了，早点回家。祝你好运，小猫咪。枪王先生，现在可以继续教学了吗？说说吧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有没有想我？还有，这个角落可是监控死角，你都想少尉了，难道不应该更想我这个老乡？你自己干过什么，心里没数吗？等等，他不会真要……推不动，这人今天到底发什么疯？怎么，不想我？中尉让你来教我射击，不是让你在这里耍无赖的。无赖？我亲你就叫无赖，少尉呢？哼，偏心。这让我怎么回答？行了，不逗你了，得教你点真东西。突击步枪打过吗？突击步枪的话，我……游戏里的不算。你是不是就等着堵我这一句？突击步枪是单兵作战里很常见的主武器，射程火力和精准度之间比较均衡，可以根据不同距离和情况调整射击方式。但对新手来说，最麻烦的还是后坐力，控制不好，枪口会不断偏移。正常，深呼吸，枪托抵紧肩窝，别松，看准靶子，开枪。还不错，30发，12发上靶。真上了战场，临死前应该还能拖1、2个垫背。战场上没人会给你第2次机会。呼吸和射击节奏控制不好，你就打不中。再试一次。这次别急，先用更容易控制的节奏，先保证精准，再去追求速度。中尉向来最会隐藏真实想法，明明就想要送支流下来，偏偏那么冷漠。瞧你累的。晚上什么课？希尔的信息技术，还有情报分析。那今天不上他的课。来我房间，我教你怎么保养枪械。擦枪也是很重要的课程。你还准备磨蹭到什么时候？还得我抱你过去？你放手，弄疼我了！
我今晚要去陆羽那里学保养枪械。啊，是擦枪。别这么紧张，枪又不会咬人。怎么是中尉？中尉早。上车。昨晚我才在希尔面前试图逃课，今天教官就从希尔换成了莱恩，是不是我偷懒，早就被他看透了？游戏里看着那么帅，真背到身上怎么这么重？开始，换枪，前进，卧倒，翻滚。休息半小时，然后继续。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。你的反应依旧偏慢，需要注意。中尉，我是人，不是机器，更不是只能依靠数据完成任务的机器。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，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。您不能按照职业士兵的要求来要求我，这不公平。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是很努力，但还不够。那要怎样才算够？我不是向导员吗？我只需要负责安抚和引导士兵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训练成一个士兵？而且，其他人都已经去了自己适合的岗位。雨林里的那个女孩现在就在医院做护士，我又不是士兵。我知道你不是士兵，但 A 组有 A 组的规矩，你既然是 A 组的人，就必须做好一切准备。这不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你自己。还有，你知道向导是怎么安抚士兵的吗？一般来说，向导需要给士兵提供情绪，让士兵发泄情绪，就像我们那晚的交易一样。他们存在是因为士兵需要他们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更像一种工具。有些向导员会死在战场，还有一些会因为所在小队全部阵亡，重新被分配到其他队伍。你希望自己是哪一种？这两种，我一个都不想要。我不会选择再次被分配。我会和你们一起死在战场。A 组的人会一直在一起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我不会背叛战友，而且我也不是工具。你当然不是。还有，希望你记住今天说过的话。莱恩是块硬骨头，希尔是块有毒的骨头，一个比一个难啃。前进，卧倒，换枪。他们存在是因为士兵需要他们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更像一种工具。莱恩、希尔、克兰特、威尔克，让我看看，这位女士是不是需要帮助？链条掉了。你准备骑脚踏车去哪儿？我想出去买点东西。你需要出去，可以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有车，可以开车带你出去。你们刚才都在开会，而且我以为这个是好的，想着自己骑出去很快就能回来。我不需要依靠你们。是我们的疏忽，以后你要出门，至少要有我们其中一个人陪着，可以吗？先去洗手，我开车带你出去。
生活用品够了，再拿些能量棒和罐头。还拿？这车已经不像购物车了，像战略储备库。A 组6个人，胃口和弹药消耗一样稳定。这也是战略物资？当然，陆鱼饿了会话多，希尔饿了脸更抽。会怎样？不知道，没人敢让他饿过。希尔不会又做菠萝披萨吧？所以我们得提前自救。这么安静，反而有点不习惯。职业病，听不到爆炸就怀疑爆炸在路上。任务？比任务麻烦。什么？明早全组集训。我现在退货还来得及吗？新人后面。这座位按什么分配？按战斗力。懂了，我目前属于随车行李。欢迎登车。战场资源再分配。说人话。给1颗。几百万的装备穿身上，就为了精准抢我1颗糖？我要柠檬味，葡萄。还点上单了。宝贝，宝贝，昨晚睡得好吗？你放心，我跟宋芝清清白白，绝没有影响咱俩的搭档关系。你不用解释，你们我也不想加入你们。我去，高级玩意儿就是好使，刚才还像春游抢零食，现在看着能顺手端掉一个基地。巷战对抗，宋芝跟我和威尔克，其他3人负责防守。我现在申请当观众，申请驳回，如果被俘，坚持到救援。听起来还挺有人情味。救援也要计算成本，超出任务价值取消。我连工资都没领，就先知道自己不值钱了。那边是敌人，我知道，我在观察敌情。你观察得很深入，差点直接入队。人呢？很好，入队第1天，队友先把我卸载了。报告，2号失去坐标，请指示。10点钟方向，发现战壕后进入，原地待命。收到。我去，这高级玩意儿就是好使。我以前过的是原始人生活啊。10点钟不就是左前方吗？大概应该差不多。您好，敌方战壕，您点的主动送货上门已签收。可以拒收吗？不能。你们抓人还带延迟的吗？给新人一点参与感。我警告你们，我是有队友的。有，但他们好像不太想要你。别急，你没走错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诱饵，也是定位器。你进来，我们的坐标就暴露。坐标确认，目标区域锁定。所以我不是俘虏，我是你们亲手签收的坐标礼包。礼物不错，就是有点扎手。谈判失败，你的队友已经放弃。他们要是真放弃我，就不会往你们坐标上打这么多空包弹。也可能是在清理证据。你们这支队伍不去做诈骗培训，真是行业损失。中尉确实给了我一组数字，但我一直没弄明白。12、19、13。什么？3、2，别动！少药现在由我控制。抱歉，克兰特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不用道歉，能抓住机会，说明你没有被审讯节奏带走。别轻举妄动！你们现场军衔最高的人，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了。少尉，您今天似乎不太走运，谢谢提醒，我已经注意到了。现在是你给我上课的时候吗？职业习惯。中尉，出来吧！你们的戏已经演砸了，我全看出来了。中尉，既然已经被识破，就把计划说清楚吧。你的反应速度很快，发现破绽的时间比我预计的更早，也知道优先控制现场军衔最高的人，勉强合格。你们 A 组是不是从来不会直接夸人？一般等当事人离开以后再夸。你应该先问重点。什么重点？中尉为什么安排这一切 ？A 组特遣队入队仪式，可以不喜欢吗？申请驳回。接下来进行72小时追踪行动，我们负责追踪目标。大型石捉迷藏。简单理解是这样。复杂一点呢？战术渗透、反侦察、追踪围堵和突围综合考核。你可以从我们5个人中选择1名协作队员，你有5分钟。老乡，选我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刚才配合他们演我的时候，你说的也是普通话。我选威尔克。选择确认，我会完成协作任务，也会尊重你的战术判断。可以，追踪行动现在开始。少尉，您刚才的反应很自然，这张脸配上这份演技，不去演戏确实可惜。审讯人员的基本便宜，我更好奇他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尉。从战术数据判断，选择中尉的胜算最高。他担心我会在必要时放弃他。看来中尉的战术课没有成功建立信任，信任不是靠几节课建立的。10分钟后出发，确实出乎意料，但这个决定足够理性。威尔克体能最好，是突击手，单兵能力稳定，更重要的是他做事严谨，从不轻易做出承诺。一旦答应协作，就会把队友安全纳入整个行动。开始追踪。目标2，频道防护做得不错，
可惜还不够。选威尔克是聪明，但别高兴太早，藏好，我会找到你。他这不是追捕，他这是加班还带情绪。那我们真要躲72小时？不是躲，是逐个解决。他们暂时找不到这里，你先休息，尽快恢复体力。1个小时后叫醒我，我们轮流警戒，不能一直由你负责。收到。这不是单纯的入队仪式，中尉既在考核宋之，也在重新调整整个小队的协作方法。醒了，我还以为你已经转移了。他们夜间会使用热投保设备，协作任务没有结束，我们必须待在隔热棚里，不能随意走动。过了今晚就立刻换位置。这些能挡住他们吗？挡不住，但只要人靠近，我们就能提前知道。陆羽善于寻找制高点，看见适合架设狙击位的建筑。先假设他已经在那里。希尔依赖设备，但他的观察力不比设备差。克莱特擅长诱导目标主动暴露信息，中尉最难应付。他不会追着我们乱跑，而是会把所有路线逐步封住。可我已经控制过克莱特2次。正因为他看起来最温和，目标才容易降低警佩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好说话也属于战术的是一部分？一部分是性格，一部分是能力，这2种东西放在一起才更麻烦。全组生命数据正常，宋之和威尔克暂时没有出现异常。A 点没有发现目标，他们今晚藏得比我预想中更稳。医疗包和应急药品已经准备完毕，等待下一步指令。收到。所有人前往 C 点集合。原地休整，按照班次警戒。希尔负责第1轮，克兰特接第2轮，我负责第3轮，陆羽负责最后1轮。凌晨5点开始全面推进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72小时追踪行动。按照宋一现在的体力数据，我怀疑他最先提出抗议的不是被发现。那是什么？没有热水，也没有正常食物，他不会因为没有热水停止行动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被控制的时候都没有停止思考，而且他刚刚躲过了无人机搜索。你们2个这算是在替对手说话，我只是在陈述数据。行，技术人员永远最客观。不过威尔克带着他，今晚应该不会出问题。中尉，您不发表意见？保持安静。收到。宋之，醒醒，他们已经开始行动。下一步去哪里？穿越 A 区，天黑前抵达 B 区高地，完成补给，之后进入 C 区，完成训练爆破任务，最后整场考核才算结束。听起来像把几项最麻烦的任务全部塞进了一条路线。这是中尉的风格，一举得得。一份任务，检查6个人的问题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不是通过考核，是什么？世界和平，以及能量棒有一天可以拥有正常食物的口感。第2个愿望难度更高，准备继续前进。不对，太顺利了。哪里不对？是不是故意留下了一个缺口，等着我们主动进去，再把路线全部封住？他们一定已经做好了准备。那我们还继续？想进入 B 区，只能穿过 A 区。有些路线明知道存在问题，也不能绕开。我们只有这一条路，他们也只有这一次合围机会。那就看谁先露出破绽。我不是经验丰富的特遣队员，但也不会站在原地等着他们来抓。最后谁赢还不一定。刚才的话说得太满了，现在收回还来得及吗？发现目标。2人已经进入 A 区，目前仍在有效控制范围之外。他们没有直接进入开阔区域。继续观察，不要暴露位置。克莱特留守 B 区。希尔从左侧包抄，我从右翼进入，争取2小时内完成控制。收到，收到。体力开始透支。这些装置全压在我的移动路线上，他们是准备把我困在这个高点。判断正确，威尔克够会算的，也可能是宋征的主意。他才加入几天，就知道先针对狙击手，说明你的威胁足够明显。这句评价我接受。2点钟方向发现目标，他主动暴露，疑似诱导。狙击手立即撤离，前往 B 区与克莱特会合。收到。是我小看宋之了，他在逼我改变位置，也在确认我的撤离路线。没有发现目标，他们也没有经过前往 B 区的必经路线，启动 B 计划。他们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说明他们提前准备了备用路线。
今晚我和希尔守住 A 区通道，陆羽监控 B 区，克兰特负责机动支援。原地休喊10分钟后，无线电进入静默状态。收到。目标一出现，我负责追踪，你留在原地，注意目标2接近设备。收到。调虎离山还是声东击西？目标1现身，我负责追踪。希尔留守原地，保护侦察设备，注意目标2接近。收到。威尔克故意把动静弄得这么明显。希尔，宋之很可能正在接近你的设备。明白，我守住设备。先看看你们准备了什么。宋之应该就在附近。守住设备，不要主动追。明白。宋之用假色源骗热成像，思路不错，但是选错了对手。不过信息技术课还没别业，就来拆老师的设备，是不是有点着急？左前方树林发现微弱热源，能确认吗？藏得很好，但衣料没有完全隔绝体温。确认以后再行动。收到。宋之，你是没藏好，还是故意让我发现？又准备给我的设备安排什么惊喜？状态怎么样？需要暂停考核，进行医疗检查吗？谢谢，不需要。等一下，宋之，先把电磁枪放下。有什么意见可以谈？设备是无辜的。考核规则允许破坏对方侦察装备。规则是规则，维修账单是另一回事。那你回去找中尉报销。很好，信息技术课增加一项爱护教学设备。目标2使用电磁干扰枪破坏无人机，热成像设备暂时无法继续使用。Over， 收到，全力追踪。技术官，你是看他笑了一下，就忘记设备保护规征了吗？你的无人机并不是比装备相像还金贵。别高兴太早。他要是出现在你的瞄准镜里，我赌你也会先问一句是不是陷阱。那叫职业谨慎。我这也叫职业关怀。宋之的身体状态怎么样？状态正常，行动速度也正常，顺便成功申请了拆机专家称号。确认他没有受伤，暂时没有发现异常。宋，情况怎么样？无人机解决了，希尔在追我。我拖住中尉，你甩开希尔，再回唐申点。明白，我先甩掉希尔，不能把他带过去。2个小时我没回来，你按原计划进 B 区。知道。宋，怎么了？手擦了一下，没事。还能继续？能，你继续行动。注意安全。知道。只有让他们失去夜间侦察能力，我们才有机会强行穿过 A 区。宋之，怎么样？还能继续吗？我没事，大块头，你继续行动。如果有突发情况，请告诉我。好。完成任务后立刻回到藏身点，不要擅自移动。2个小时后，如果我没有回来，我会制造更大的动静，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引开。到时候你趁乱进入 B 区，剩下的路线只能靠你自己。还有半个小时，他可能只是暂时无法脱身，不是威尔克，没看见我。只要他没有发现入口。找到你了，拆机专家。
一个人躲在这里等威尔克回来。如果我说我只是在这里乘凉，你信吗？这里潮湿狭窄，还有虫子，你的休闲品味很奇特。先把枪口放低。你跑得太急，沿途留下的痕迹足够我写一份追踪教材。教材里会写无人机是怎么掉下来的吗？会，那一章由你负责赔偿和讲解，连沿途留下的痕迹都没处理干净。先拔枪还是先拔刀？别费力了，你刚才撤离时候太着急，脚印、断肢、血迹一样都没处理。我已经绕过水洼了。停止对抗，你受伤了。按照演习规则，现在进入临时休战。只是一点擦伤，伤口接触过泥土和碎石，不由你自行判断。坐到洞口的平台上。你刚才还准备抓我，现在准备给你处理伤口。你们的比赛规则变得是不是有点快？对手和伤员是两种身份，先处理伤口，之后再讨论你是否继续接受追踪。自己冲洗。疼就说。不疼。生命监测上的心率不是这么说的。监测设备偶尔也会主错。我的设备不会。你的无人机刚刚才从天上掉下来。这件事不影响医疗判断。看来影响心情。非常影响。现在算什么？休战。友谊第一，考核第二。医疗程序第一，其他事情往后排。握拳。没有影响活动。伤口不深，但存在污染风险。吃过东西吗？先补充体力。发现送知。掌心擦伤，伤口受到污染，正在处理。同步坐标，我带有预防感染的药剂。休战确认。技术官终于抓到人了，代价是一架无人机。你可以继续守着高点，没人要求你总结。全员注意，演习暂停，原地保持警戒，按照坐标集合。收到。收到。夜间温度低，休战期间不要让体温下降。你突然这么讲规矩，我有点不适应。我一直讲规矩，你的无人机可能不认同，他已经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了。还能活动吗？完全可以。看来希尔通知的及时，稍微赶来也够快，否则我们抵达的时候，可能只剩一张已经恢复的手掌。所以你是专程赶来嘲笑我的？不是，顺便确认队友情报，然后再进行合理评价。你的评价没有任何医疗价值，可以稳定气氛。目前看来，只增加了患者的无奈。只是擦破一点手，他们怎么全跑过来了？已经处理好了。伤口怎么样？是我撤离的时候没站稳，和你没有关系。我应该缩短诱敌时间。计划是我们共同制定的。希尔能找到我，是因为我留下了痕迹，不是你没有保护好我。下次重新设计撤离路线。下次我会先把痕迹处理干净。很好，看来我的追踪教材有第二版了。无人机维修手册也可以同步更新。心率与体温正常，手部活动没有明显障碍，但伤口受到污染，继续行动只会增加感染风险。对不起，中尉。不用因为受伤道歉，你需要复盘的是撤离路线和痕迹处理，而不是伤口本身。今晚在附近建立临时营地，追踪行动暂停。明日是否继续，根据你的身体状态和全组协作数据重新决定。这点小伤真的需要全组暂停吗？他们到底是在进行战术考核，还是在组织医疗演练？先吃东西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主要是担心你因为一块能量棒主动退出考核。我对考核的意志没有那么脆弱。我说的是你的味觉。为什么我的睡袋在最中间？便于夜间监测伤口和生命数据，也能避开外围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。如果身体不适，任何方向都有人能够及时发现。简单来说，今晚你是营地中心点。这算什么？战术版夹心饼干？那是伤员保护位置，不是特殊待遇。中尉，你解释的越快，听起来越像特殊待遇。吃完休息，今晚按照新的警戒顺序轮班。左边威尔克，右边陆玉，至少都是熟悉的队友，不至于太紧张。明白，我往外挪。这样总行了吧？保持通道畅通就行。像两个幼稚园学生，偏偏还要用战术术语演示。你们三个安静。收到，中尉。后半夜温度会下降，自己盖好，别让生命数据再次异常。谢谢。所有人休息。第一班没有异常，不会提前叫醒你们。
换岗。少尉，你的睡袋在另一边。我知道。那你坐这里做什么？这里视野好，也方便听叫警别信号。听起来很合理。本来就很合理。他这是嫌我们太吵。显而易见。我怀疑他是在梦里指挥我们保持安静。那你最好服从。今晚的个人考核已经没参考价值了。因为宋志，他一出问题，你们就会主动降低对抗强度。听起来不像好评价。恰恰相反，个人逻辑失效了，你们已经形成新的协作方式。所以考核结束？不，继续考核。明天改团队同步协作，只是换个方向。有导弹接近！你确定不是？敌袭，全员进入掩体。米勒，基站遭遇袭击。重复，基站遭遇袭击。收到，请回复。进入坑洞。击入铿锵。这不是演习，真的出事了！别动，冲击还没有结束。报告身体状况，有没有明显疼痛？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先别逞强，站稳以后再回答。血压轻微变动，心率过快，暂时没有明显外伤，可能是爆炸冲击和耳鸣反应。我没事，只是有点晕。不要自行判断，到医院以后接受完整检查。基站通讯瘫痪，海港防御系统也没有完成拦截。补充弹药。维尔克护送宋志前往基站医院，那里有守备军和医疗人员。克莱特、陆羽、希尔随我前往海港支援。收到。弹箱已经确认。我们从北侧废墟前往医院，避开海港主路。如果他出现持续眩晕、恶心或者视线模糊，立刻交给医院人员处理。明白。手枪别离身，等安全以后再讨论你刚才救了全组多少麻烦。你们先回来，再讨论。保持在线，任何异常立刻汇报，不要独自改变路线。收到。抵达医院后，听从守备军安排，这是任务，不是建议。那你们也必须平安返回。我们会尽力完成任务。宋志，我们该走了。快到了，跟紧我，别看两边。流泪不是软弱，可现在的我不能停下来。把无线电切换到 A 组频道。进入医院以后，不要离开守备军的保护范围。你要回东海岸，他们需要突击手。你答应过要回来。我记得。保护好自己，保持联络。你们也是。准备，不是。能帮我看看吗？那边有医生，我带你过去。所有人趴下，寻找掩体！所有人趴下，寻找掩体！车往机场，运输机正在等待。宋志，跟我走，立刻撤离。A 组还在东海岸，基站的外围防线已经失效，上级下达了撤离命令。中尉让我留在医院。情况已经变了，上车。车去哪里？机场，运输机会先把你送往澳洲。你以前说过
那里有可以恢复生产的农场，至少比这里安全。莱恩他们知道吗？他们知道撤离计划吗？这是什么？他们提前为你准备的保障，不是今天签署的，很早以前就已经完成备案。他们早就考虑过这种情况，甚至连我之后要怎么生活，都替我安排好了。他们在前方守着撤离路线，你们却准备直接离开。必须有人拖住东海岸的登陆力量，基地里只有 A 组能坚持那么久。所以你们就把他们留在那里。我也是他们的朋友。可我现在负责撤离，我能替他们争取的就是让你安全离开，并让这份文件生效。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。是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他们希望你还能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。宋，不要辜负他们的安排。到了澳洲，我会帮你处理剩下的事。我不要。什么？我不要这些黄金，也不要他们提前安排好的生活。我说过不会一个人离开。这是战场，不是讲义气的时候。对他们来说，把我送走是选择；对我来说，回去也是选择。你回去解决不了问题，至少我能找到他们，带他们离开。宋之，住手！拿着这些资产，你可以在澳洲过得很好，他们会认为这一切值得。可我不会。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他们在东海岸，1个小时后，整个区域会受到远程火力直升机覆盖。机场5号机库有一架加满燃油的直升机，能不能把他们带出来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越来越像 A 组了，连感谢方式都这么有攻击性。这次袭击真是冲击战来的？不是，有人想借这场混乱把 A 组一起抹掉。谁的命令？慕尼黑高层。所以你才把5号机库的直升机告诉他，我能留下的路已经留下了。那他们要是出不来呢？剩下的只能靠他们自己。中尉，你还记得我在射击场说过的话吗？我没兴趣拿着你们留下的资产去参加什么告别仪式。那份确认书已经被我撕了，等我找到你们，我会亲手把纸屑扔到每个人面前。宋之，立刻前往机场。命令驳回。这是作战命令。我现在不在你的作战队列里。该死的信号！再快一点，他们还在那里。东色快艇失去推进能力，我正在一一聚集位置。敌方通讯点已失效，无人机剩余电量不足20%。维尔克，准备重火力。左侧区域清空，发射。最后一枚已经使用，清点剩余弹药。现有弹药不支持反攻，医疗用品剩余不到1/3，远程弹药只够继续掩护一次撤离。向后方树林撤退，沿环海公路寻找车辆和补给。伤口暂时稳定，其他人报告。左腿轻微受伤，可以继续行动，没有明显行动障碍。向环海公路撤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车！你不是已经去机场了吗？半小时后这里会被远程火力覆盖。想站在路边继续讨论也可以。不用讨论，上车。
老乡，宋轾，关于那份文件，全部闭嘴！后面那几个我敢扔，莱恩还是算了。目的地，机场。米勒在5号机库留了一架加满燃油的武装直升机。米勒提前准备了撤离工具。是，所以你们最好都坚持住。等安全以后，我再和你们逐个计算这份文件的账。可以分期吗？不可以。看来解释环节只能延期。解释可以延期，闭嘴现在生效。前方路口右转。我知道。前方道路有受损路段。我也看见了。保持当前速度，靠左通过。中尉。什么？再指挥一句，我就把大帅位的指节也扔给你。继续驾驶。5号机库在前面，右侧通道，直接进去。车技不错，下次撤离可以考虑让道路先做好心理准备。追兵就在后面，你也可以选择慢慢走。他有驾驶战斗载量的潜质，还有严重近视，在天上判断距离可能比在地面更加有挑战。我的眼镜度数和你损失的无人机一样，不需要反复提醒。米勒这次居然舍得留下这么多东西，看来他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小气，能在关键时刻改正错误，值得表扬。等离开这里以后，你可以当面表扬他，也可以先把他的物资带走，作为表扬的一部分。抓住门框，踩左侧踏板。用这个。我的手不干净。绷带就是消耗品，再不擦，你等会儿连弹药编号都看不清。谢谢。主系统正常，燃油足够离开当前区域，但无法直接返回慕尼黑。先摆脱追踪，再寻找临时落脚点。所有人就位。威尔克负责吃载火力，陆羽进入狙击位，希尔负责弹药补给和设备状态，宋之负责医疗物资、舱内观察和伤情汇报。收到。全系统检查完毕，准备起飞。所有人固定身体，进入战斗位置。收到。狙击手申请能量补给。物资箱就在你左边。我现在需要保持射击姿势，提前进入状态，属于职业素养。没有拆包装。队友之间应该尊重基本生活能力。味道依旧像建筑材料。世界末日没有倒闭它的生产线，真是遗憾。还有吗？起飞后再吃。你们终于有人不要求特殊服务了。他说的是起飞后，不是不需要。闭嘴。发动机状态正常。水。物资箱就在你脚边。狙击手已经就位，不方便移动。我来。就一口，战席限量供应。你这是针对狙击手？你刚才要求的是水，没说多少。威尔克，过来。潜在武器还需要检查。你的肩膀也需要检查。坐下，大块头。遵从医疗人员安排。我不是医疗人员。但你现在拿着医疗箱，所以别乱动。伤口没有继续扩大，但暂时不要使用右肩承受太大力量。不影响操作机枪。是否影响，由伤口说了算。收到。处理个伤口而已，你为什么一脸得到勋章的样子？因为我的医疗记录比你的干净。幼稚。发现远程打击轨迹，全速离开当前空域。发动机已经达到安全功率上限，维持航向，不要回头。抓紧！我之前看见一架运输机失控，我以为你在那架飞机上。那一刻，我连继续撤离的念头都快没了。能不能说点吉利的？米勒说我是 A 组的吉祥物，现在看来，他至少有一句话说对了。吉祥物，确实贴切。
只有取错的台号，没有叫错的外号。隔着防弹衣没有效果，下次换没有防护板的位置。突然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。补充体力，你从医院一路开车回来，应该休息了。你们也需要补给。驾驶员同意这个判断。哪位好心人能把葡萄糖补液兑进驾驶舱？谢谢。专心驾驶。保持轮流警戒，任何人不得同时休息。收到。中尉，剩余燃油不足以为继续原定航线，最近的可降落区域。西南方向发现一座未标记岛屿，岛上有平坦区域，附近还存在废弃灯塔。改变航向，先降落补充休整，再判断后续路线。收到。醒了。我们到哪里了？一座没有标记的小岛，燃油无法支撑我们继续飞行，只能先在这里降落。你状态不太好，有没有头晕或者发冷？只是连续驾驶后的疲劳。测一下。真的没有必要。你刚才对我说过，身体状态不能由本人自行判断。你学得很快。谢谢老师，现在配合检查。没有发热。现在可以放心了吗？暂时可以。中尉他们找到了一处可以建立防御的建筑，收拾装备，准备转移。才问他吧。前方发现一座废弃管理站，门窗基本完整，可以暂时放风。坏消息是里面多年没人使用。更坏的消息是，这里的虫子可能把那里当成了长期驻点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清理房屋，并建立警戒，寻找淡水，评估岛屿环境。刚从战区逃出来，现在又落到一座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岛，这到底是什么任务进度？所有人带上物资，天黑前进入管理站。中尉，什么？我们这是改成荒岛生存考核了吗？不是考核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把它当成生存任务。这里是不是安静的有点过头了？嫌安静？不是，就是有一种地图刚加载完，怪还没刷出来的感觉。少说点不吉利的。等等，孤岛、废弃灯塔、物资箱，这才是正经末日求生开局啊！你又准备干什么？开荒、囤物资、修基地，等稳定以后再开快递。先活到那个时候。检查建筑。发动机本体保存的比预想中好，线路不行。能修吗？能，但不是今晚。你们兄弟意见统一的时候还挺难得。因为这次答案只有一个，现在强行通电风险太高。简单来说，谁碰谁负责灭火。懂了。宋之，继续原始新基地，希望。淡水处理设备也坏了。什么？目前没有发现稳定可饮用淡水，岛上植物成分未知，确认安全以前，禁止随意采摘和食用。食物呢？罐头和压缩食品还有很多，严格控制配给，短期没问题。所以最大的问题，水。没有必要不与外界主动联系，轮杯警戒。我们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。明白。你干什么？我觉得大厅挺好的，里面给你清出来了。我突然不是特别需要私人空间。怕？我怕鬼。不是，就是第一次发现你还有这种弱点。孤岛、灯塔、黑屋、藤蔓拍窗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正常睡眠环境？他说的有道理。看，还是大块头有同理心。所以你准备用什么方法应对不存在的东西？离远一点。非常科学。你闭嘴。走。去哪儿？瞭望台。我能上去睡？你睡里面，我值后半夜警戒，至少那里没有黑漆漆的房间。老乡，今晚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现在知道老乡好了。非常好。你准备把睡袋磨破，睡不着，因为刚才我反应慢了。什么？宋说他怕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先开口。路反应快，他太会抓机会。狙击手，看见窗口就利用，很符合职业习惯。希尔，又怎么？女孩子害怕这种东西时，一般怎么安慰比较有效？我哥以前做过类似的事。为什么突然提我？你做过什么？他以前认识一个非常怕黑的女孩，有一晚对方被吓得睡不着，他陪着聊了一整夜。后来呢？希尔，后来他们分开了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你完全可以不讲后半半，事实需要完整。其实恐惧的时候，道理没那么重要。告诉他这里绝对安全，往往也没有实际作用。
那要怎么办？陪在附近，让对方确认有人在，有时候就够了。明天先清理那间卧室，然后解决淡水。酒得提升，他根本没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，从一开始就没有。早。醒了？几点？太阳出来没多久。昨晚真的没东西？我值了一夜，确认没有。你这句话的可信度比世界上没有高多了。这个东西很有用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提前看见海上的异常。所以这里归你了。狙击手高地。懂。起来。干嘛？洗漱。有水了。莱恩找到一个涨潮形成的岩石浅滩，海水不能喝，简单洗一洗没问题。能洗澡就已经是重大胜利了。中尉，早。陆玉跟着你，只去确认过的区域。知道了。早。走。昨晚那位不存在的访客出现了吗？没有。看来我哥说的方法确实有效，为什么又扯到我？案例具有参考价值，我们只差集中出声，所以我依然是哥哥。你非常执着。厨房灶台基本不能用了，又坏一个。柜子和部分操作台还能清理出来。行，至少不是彻底报废。走了。来了。你不是说来洗漱吗？先确认安全。水温正常，水底下没有暗礁。你检查个水温也非得整得像突袭？快！你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只有这个标准？还有准。下来。不要。以前不是教过你？你确定那叫教会了？至少教了。你教我放松，让身体浮起来。我学会的是怎么更平静的往下沉。这么久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我只是不会游泳，又不是怕水。这就算下水了？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，这叫理智。啊，舒服，终于不用带着一身灰睡觉了。要求已经低成这样了，在岛上能洗干净就已经属于生活质量大幅提升。有道理。肩又疼，装备压的。转过去。你想干嘛？帮你松肩。确定？你最近是不是跟希尔待久了？什么意思？看谁都像有阴谋。主要是你们几个都很难完全信任。右边一点。这里。对。枪王先生手艺怎么样？4星。为什么不是5？怕你骄傲。4星是吧？陆羽，你这是找打！那你也得追得到我再说。你跑不过我，你信不信？你给我站住！傻子才站着不动。你别让我抓到你！先追上再说。你有病吧？你不是要抓我？来呀！你给我等着！你快点啊，我都快睡着了。宋之。宋之，臭陆玉，没事，吓到了。你先别笑，我没笑。你现在这个表情就是在笑，真的没有，眼睛都快弯起来了。好了，不闹了。焦世华再摔一次就不好玩了。你还知道啊？失误。你最好是。
擦头发。你的？备用的。你连衣服都备2件，狙击手习惯。什么都能解释成狙击手习惯是吧？很好用。陆羽，干嘛？你是在帮我洗衣服？不然我是在给衣服做水下训练。突然有点不习惯。什么？你安静干活的时候像个正常人。我一直很正常。这句话可信度不高。那你自己洗。不用。您继续。我又来晚了。什么来晚了？没什么。他说他也想洗衣服，我没这么说。那边还有我的，滚！希尔，故意的，没有证据不要乱说。希尔，哥，你从小到大每次说没有证据，通常就代表真是你做的。你这是偏见。亲哥哥认证，双胞胎也会看走眼。我是哥哥，只早几分钟，依然是。喝一点水，椰子汁。哪里来的？希尔找到的。那些树那么高，他爬上去摘的。希尔，干什么？第一次发现你这么有用。我就当这是赞美。岛上的天然水源还没找到，椰子至少可以暂时补充一部分。情况好像没昨晚想象的那么糟。一步一步来。不，大块头，别玩不起。意外，你完了，希尔。什么？别摔到礁石。知道了，哥。这么听哥哥话，你今天话很多。中尉，休息的时候也要看海面。习惯。有人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最后只有我在干活？因为你开始的最早，自己抢的工作自己完成。你们真行。老乡，干什么？你刚才是不是偷看我们？没有。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观察能力。所以到底看谁了？我是在观察团队情绪。哦，我是向导员。那观察出什么了吗？观察出你们今天心情都挺好。只有这个？只有这个。别逗他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那个表情已经说很多了。双胞胎之间一点隐私都没有，习惯就好。脸红了？晒的。现在太阳并不强。希尔，陆羽。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中尉。这个水怎么能喝？但确实只能评价为能喝，能维持生存就够了。中尉，你这个生活标准非常适合末日。正流装置每天出的水还是太少，只能解决最低饮水需求，所以还是得找到稳定水源。等等，露水。这里每天早晨都有很重的露水。部分植物的安全性还没确认，直接采集植物表面的露水有风险。不是喝露水，我是说有这么多露水，加上这里植被密度这么高，就证明岛上的水循环非常活跃。这些植物总不可能只靠我们看见的那点雨活着，地下肯定有水。继续。植物要长期长成就现在这种密度，阳光、温度、土壤和养分都不是最大问题，最关键的是水分。岛上没有发现明显地表河流，所以可能在下面。还记得我们洗漱的那处岩石浅滩吗？记得。海水能从岩层缝隙进入浅滩，那雨水和地表积水一样可以沿岩层向下渗。如果岛屿内部岩层有断层或者空腔，就可能形成地下水带，甚至地下暗河。也就是说，植被最茂盛的位置很可能对应地下水最丰富的位置。对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再结合山势的话，水应该会往这个方向汇集，最后寻找可能的水中。对。从最近的点开始。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今天就能找到。别把希望建立在运气上。中尉。偶尔允许我乐观一下。找到了。
那边植物长势明显不一样，尤其靠近谷底的位置，湿度也会更高，所以值得过去看看。路线从这里切进去。走。跟紧。已经很紧了。不用硬撑，我能跟上。停。怎么了？休息。不用，我还能走。你已经开始通过咬牙调整呼吸，再继续，后面的效率只会更低。坐下。小口喝。谢谢。中尉。我只是在想一件事。什么？或许你不应该回来。你本来可以留在帝国安置区，有稳定的住所，也不用跟着我们重新进入这种环境，值得吗？你之前让我留在医院等待，我理解的等待是等 A 组回来，不是等着跟其他人一起离开。我当然想安全，也想过舒服一点的日子，可这些东西不能建立在你们出事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前提下。我回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勇敢，只是因为我想让大家都回来，一个都别少。还有，我不想再成为别人拿来影响你们判断的弱点。你的选择很危险，我知道，也很像 A 组会做的事。至于你刚才说的弱点，你确实是我们会优先保护的人，但那不代表别人就能一直利用这一点。同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休息够了吗？刚有一点感动。那就是够了。中尉，你破坏气氛真的很专业。土质不错，水源还没找到。我知道。但如果我们真的要待很久，这里可以利用。怎么利用？种东西。种什么？高产、耐储存、对环境要求没那么高的作物。如果以后能弄到种子，这块地不能浪费。你会种？我的专业本来就和植物种植有关。终于出现一个你比我们专业的领域。这句话听着怎么不像夸奖？是。以后真要种东西，这边可以做种植区。还有呢？你们5个负责翻地、搬水、搭架子，安排得很完整，合理利用现有劳动力。先找到水，再安排劳动力。是的，而且不是刚刚下过雨留下的表层湿度，下面也有水分。离山谷还有多远？至少还有一半。如果这里地下已经这么湿，那山谷方向的储水量只会更大。你的判断没有错，所以真的有地下水？大概率。中尉，这是不是值得一句表扬？继续走。你越来越像路易了。我会是像完全触动你了。当我没说。今天赶不回灯塔了，现在返回也来不及，而且明天还得重新走这一段。那就继续走。再走一段，找地方过夜。警惕性比以前好。希尔和陆羽联合教学的成果，看来没白练。主要是不想再被你们说我懈怠。这里。一路上连只鸟都没看见，所以才更不能掉以轻心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环境不应该这么安静。环境已经发生很多变化，环境也能够找到。别用以前的经验完全判断现在。
安静的有点瘆人。今晚轮流警戒。收到。吃。你呢？有。突然开始想念克雷特做饭了。今晚只能吃这个。我知道。中尉。我们带了几个睡袋？一个。一个。这次出发没有计划在外过夜，所以这是常规备用。2个人，一个。你睡。那你呢？守夜。吃完早点休息。那你呢？我先守夜。然后？先把饭吃完。晚上怎么安排？你睡。那你呢？守夜。一整晚。不舒服？没有，我睡够了。换我守吧。继续睡。我真醒了。闭眼。我现在又不是一个人，没那么怕了。怕鬼？还是怕，但你在这儿就还好。那就更该睡。什么逻辑？有人守，你恢复体力。明天还得继续赶路，你如果一整夜不睡，白天也会累。我可以。我知道你可以，但你之前一直教我，不要把身体逼到极限。这句话对你自己也算吧。我守2个小时，你睡。你没有独立夜间警戒经验，那正好练。而且你明天要是没体力，难道让我走前面给你开路？2个小时。真的？2个小时后必须叫醒我，不准离开营地。发现异常，第一时间叫我。收到。左边预警线。正前方灌木。右侧倒木后面是视觉盲区，重点看这3个位置。明白。你是不是根本没睡？睡了。我不信。不需要你信。回去睡。现在？等露水散一点再走。那我真睡了。早。怎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第一次听你这么正常的说早。5分钟。看，又正常回去了。这里湿度比昨天高很多。苔藓长得这么密，附近长期应该有稳定水分，我们离水应该不远了。可惜。什么？蘑菇，看着很像能吃。不确定就别碰。标准答案。有效就行。感觉到了吗？退后。有水。
先确认安全。没有大型热源，再往里面看看。暗河，地下水系，真找到了。你的判断是对的。刚才算夸我。事实。行，这次我收下。这里要是再来条瀑布，真能直接当景区。看脚下。知道。看不见底，很深。能直接取水吗？没有检测设备。明白，先出去。里面真的太冷了。补给热量。谢谢。发现地下水源，水质未确认，需要检测设备和取水工具。宋之判断正确。中尉，你也吃，接啊。谢谢。这就对了。什么？正常人类交流。打开。什么东西？给我的？礼物？装备。你真的很会破坏气氛。A 国就是军用结构，重量轻，适合你使用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你正式进入 A 组以后，以前你用的都是临时配置，这个不是，从今天开始归你。绑哪儿？左腿外侧。停，太框前，再往外一点。这样。站起来，走2步。蹲起来，可以。你送个装备都跟考核一样。装备不是装饰。知道。不过我真的挺喜欢。会用比喜欢重要。知道了，莱恩老师。中尉。长期随身装备，最后要形成习惯，不用低头找，伸手就知道它在哪儿。像你这把。跟你很多年了。很多年。老伙计。算是。那我这个以后也是老伙计。先别弄丢。我哪有这么不靠谱？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昨晚水壶谁忘了拿？下一项。通讯器、医疗包、军刀，出发前检查，回来再检查。收到。谢谢中尉。又是梦。还想听什么？比如，希望你喜欢。你已经说喜欢了。宋之。这不是奖励，也不是因为你最近训练的不错，也不是我家心里的大作用，是因为你已经是 A 组的人，既然留下来，就把自己照顾好，别每次遇到危险都等别人替你解决。明白。说完整。我会学会保护自己。还有，不拖大家后腿。不是，不是为了不拖后腿，是因为你的安全本身就重要。
周围的风景全变成投影，你的脸变成粉色云，嘴角忍不住泛起笑意，这一秒卡路坠入爱情。刚夸完就训，两回事。行。告别过分的坏情绪。希尔，我建议你慢一点儿，或者至少等等你的队友，行吗？天黑以后，取水和检测都会更麻烦，他们也需要补给。哼，你这是担心任务，还是担心宋之？中尉跟他在一起，你总不会连莱恩的野外能力都不相信吧？哎，这就对了。闭嘴。你刚才在干什么？练刀。看出来了。然后呢？主要靠想象力。你刚到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不能。终于到了。宋，怎么样？我更想念灯塔里的那张床。看来这2天过得确实不怎么样。原地休整，先补给。给我的。不然呢？谢谢。一路上就这样。谁招他了？我听得见。开始取水。希尔跟我进去检测，宋芷、威尔克留在洞外警戒。收到。明白。你是不是瘦了？2天能瘦到哪儿去？别看了，你眼睛又不是秤。精神倒还行。他们呢？都好。陆玉这2天快把附近浅滩翻遍了。他找到什么了？一堆海鲜，他管那个叫赶海。累了就去树下坐一会儿。不用，一起守。行。初步检测正常，水可以取。终于不用继续喝那个蒸梨水了，那东西真难喝。梅，什么？你那把刀有个外号叫梅花。那这把刀意味着外柔内刚？没错，跟你挺像。我当你是在夸我。香香软软梅花糕。有4个字可以删掉。哪几个？香香软软。我拒绝。中尉给你的，刚拿到就这么喜欢？我第一次有自己的正式装备，为什么不能喜欢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来了之后就一直黑着脸。我平时也是这样。今天更严重。我只是提醒你。提醒什么？不要因为某个人对你好，就把自己的判断交给他。你是在说莱恩？我说任何人。他是中尉，所以任务里听指挥官的有什么问题？听命令和依赖是2回事。希尔，你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？可能，但我教过你，不要比较我们，也别因为谁看起来更可靠，就降低对其他人的判断。我没这么做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总是这样。哪样？觉得自己能看穿所有人。至少你很好看懂。你看，又来了。你什么都不问，自己分析完再告诉别人你就是这样。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连答案都不给别人说，怎么知道自己没错？你现在倒是越来越会顶嘴了。你教的。还有，我跟谁关系好，信任谁，或者跟谁闹矛盾，是我的事情。包括讨厌谁，比如我。
我讨厌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有区别？当然有，阴阳怪气，什么事情都像审讯，还非得逼别人按照你的方式回答。但我没说讨厌你这个人，所以我还有机会从黑名单里出去。你现在顶多在观察名单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收拾，回灯塔。收到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，没有。行，我信了。总算洗干净了，肩膀都快散架了。希尔那家伙说话还是那么气人。算了，不想了。幼稚。彼此彼此。送。来了。该进行常规注射了。差点忘了，你们 A 组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按照时间表？医疗计划最好是。猜到了。压住。好了。比训练轻松。这只是注射，所以我才说轻松。今天和希尔怎么回事？你看出来了？很明显，吵了几句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太依赖你，然后我说他太自以为是。他说话方式确实有问题。你竟然会说他有问题？但是他的提醒不全错。我就知道。听完。岛上很多区域还没有完成搜索，任何人外出都必须有人同行，包括你。知道。不是限制，是安全规则。收到。还有。什么？跟希尔有矛盾就直接说，别把情绪带到行动里。你连这个都管？我是指挥官。行，我会处理。早点休息。晚安，中尉。晚安。